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大家年菜吃了很开心吗？是不是还有一些年菜还没吃完？我的冰箱还有一整条萝卜糕，我已经享受了传统的烹调方式，但是连续好几天吃了，有开始腻。这次决定做简单的日式变化，做法都很简单咯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天哪，我家还有这么多的萝卜糕！这个食物日本叫做大根餅，我个人超级爱吃，在洋茶餐厅我一定会点这一道，很喜欢见到香香的样子。这一次决定做日式照烧萝卜糕。我喜欢全面包括侧面都有煎到金黄色的样子。我的习惯是先把萝卜糕粘在一起，然后从侧面开始煎。这样子的话，不用一遍一遍站起来煎侧面，一次都可以均匀煎到金黄色。当然不用勉强这样子煎咯，这种食物大家比我还熟，大家习惯的方式煎就好啦。侧面全部煎好之后，开始拆开，有的部位可能会粘在一起，慢慢处理哦。最后剩下两面煎到金黄色就完成啦。预饭倒入酱汁时候有份碰到手，萝卜糕可以先拿出来。煮到浓缩一点之后放回去，确认两面都沾到酱汁。OK， 这样子就有大根餅の照り焼き完成啦。接下来要做清爽一点的变化，用蒸的方式加热。先切成容易处理的大小。这次我用莴苣包起来，该用高丽菜也可以。不用煮很久哦，变成软一点就可以拿出来。因为萝卜糕是定型的，不会融化出来，大概的样子包起来就够了。我用烘焙纸包起来。该用耐热玻璃容器加热也可以哦。这料理我很喜欢它配ごまだれ，就是胡麻味噌酱。如果没有这种机器，用果汁机处理也可以哦。
这个酱超级好用，当火锅蘸酱或做凉拌料理都很适合。切成容易吃的大小之后，装盘就完成啦。OK， 这样子就有大根餅の酒蒸しごまだれがけ出来上がり。最后我要介绍很有满足感的料理，做成非常酥脆的卡子。因为中间会放起司，可以切成薄片一点哦。酱面衣的方式跟平常一样，面粉、鸡蛋、面包粉的顺序站起来。把筷子插进去，有看到很细的气泡，表示已经到适合的温度。因为锅子很小，也没有倒入很多油，为了保持油的温度，一次不要加入太多食材哦。OK， 大根餅のチーズカツ一丁上がり。这样子3样萝卜糕变化都做完了，搭配喜欢的饮料开始享用。因为萝卜糕本身味道不会很重，这种重口一点的酱一起刚刚好。大根跟味噌是一个很好的组合，这样子的方式享用也很好吃。我最期待的料理，外面酥脆，然后中间的起司一起真的很好吃。没有想到中式的食材可以做这么好吃的变化，大家也要试试看咯。谢谢。